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，逆风破浪，不退缩不返航，今天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，发着光，决胜在每一场。曙光还没到来，清醒地掏出被我的依赖，为空白添色彩，我自有我未来。轻拍只想尘埃，泪和汗却有梦想而澎湃，多直白多精彩，才不愿空等待。坚定的眼神传递开梦想的期待，艰难历程也不改，自信的身材憧憬燃了起来，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澎湃汹涌的海洋，逆风破浪，不退缩不返航，奇迹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，发着光，决胜会在每一场，许下热血的愿望，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，勇往直前，不退缩不返航，今天之路加冕为王，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，梦不在远方，永远在心上，发着光，决胜在每一场。还睡着呢？几点了9点半，赶过去是能上第2节课。说你俩，人家整天净往我们宿舍跑干什么呀？这边缘社是没有活动的。我们也想加入职业战队，这不是和系可能培训来了？师哥，咱去了。你去了不一定听，听了不一定会，会了不一定考，考了不一定能过，过了也不一定能毕业，毕业了不一定能有工作，工作了不一定能娶着媳妇儿，娶着媳妇儿了这孩子还不一定是你。所以，接着睡。你们俩先打电脑。我跟你俩说啊，除非是全智前来敲门，否则小野我一定不下这张床。1号楼的快递，门牌号都行，9亿少女的梦，来拿你的快递。这人是个智障吧？拜拜。这货是怎么考上南交大的？你放我这。我注册账号的时候，那会儿还在街机堂混呢，这个。不好意思啊。师叔，把1根该忙的快递拿上来。为了提升学校辩手的综合实力，也为了选拔校队做准备，校辩论组委会决定在接下来的2周里，为刚出炉的8强队伍安排一次高水准的辩论训练营，同学们相互转告。
哟，今年的福利不错嘛。已经打进8强了，学校稍微给点犒劳也很正常。自从比赛被淘汰后，婷姐心情一直都不好，我都不敢跟婷姐说话。她那么相信我们，我们却把这场比赛变成了她的退役赛。都怪姚生。是这样。哎，小希，这人好眼熟啊！这不就是你一直在网上看的比赛里的大咖吗？学校这回真是下血本了。本训练营只对校联赛8强队伍开。唉，现实如此残忍，只有一顿鸳鸯火锅能治愈了。走吧。拜托通融通融嘛！我也想帮你们，但是学校明文规定只能放8强队伍进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事我不张扬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怎么可能？大家都是在场上碰到过的，到时候万一让别的队伍知道了，大家不是都用过来了？那你们这儿有没有旁听的？或者我做义工也行的。学生会已经安排同学录制录像了，等训练营一结束，马上就会有视频发给你的。可是这录像怎么能和现场交流比啊？要不我来负责摄像吧？这事我真做不了主，要不然你找负责老师去就行，说不定能行。同学，麻烦你让一下，我们得进场了。小希，文学院也来听课吗？我就是来看看的，没进8强不让进。你们那个2辩白宇，他没和你一起来吗？他挺忙的吧？这样啊，那有机会可以组织几场交流赛。啊？小希啊，那个孙晴她消气了吗？没呢，不过按照他的性格，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。你再等2天吧。好，谢谢。拜。你好像对那个白宇很感兴趣吧？和你对他们领队差不多吧？你该数鸵鸟啦，这2天去哪儿啦？老白，睡。我跟你讲，这世界吉尼斯纪录保持者最长的睡眠时间47个小时，你这可好，不能上新闻了。3天3夜你俩都不出去，不是什么情况啊？我们学校旁边新开了家护士学校，要不要去认识点妹子呀？随便，都可以。哎，要不然跟我去4大战队考个比赛，可以啊。不是你们这听没听我说什么呀？你说的都对。走，跟我回家了。我这接地气，怎么回事？别睡了，起来给你儿子铲屎去。训练营的事儿你听说了吧？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最拿手，快帮我想个办法，我想让大家一块儿去听课。干嘛呀？我说我想去听课，你要不要一起？算了，丢不起这脸。今年虽然输了，明年赢回来不就好了？明年再说呗。今年不努力，明年拿什么再说呀？你这种属于精神治疗法，俗称自欺欺人。
以为和八强队伍混在一块儿，就好像后面比赛跟你有关系似的。咱们已经出局了，就别瞎掺和了啊！你才自欺欺人呢，老躲着法阵就能忘记败北的事儿，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站起来呀。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你同意跟我一起去啦？不去，我还有事儿呢，你自己去吧。哎，站住！到芒果铲屎去！都3天没铲屎了，我在1楼就听芒果叫了，想被保安抓住充公啊！那是叫春呢，发育了，该找媳妇儿了。危机公关是指应对危机的有关机制，它具有意外性、聚焦性、破坏性和紧迫性的特点。现在国内啊，已经是涌现出了一批比较著名的危机公关公司，大家可以去查阅一些。你们啊，平常要多看一些案例，少看一些明星八卦，那些啊用处不大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今天下课啊。学校是不是最近在评心理教师啊？徐老师也太拼了吧！大概是快期末考试了，不想我们挂科吧？季姐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小希，你真要去参加那个训练营啊？要是被抓到，很有可能要吃处分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听黄志忠讲课的机会，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了。哦，黄志忠是谁？辩论大神，小希的偶像。台湾的辩手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价值辩论的大法，风靡辩坛10几年。对啊，没想到学校还能请到他，太帅了。所以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参加。组织会记住你的。要是我们都能去训练营，婷姐一定会很开心，这也是对她最大的安慰了。祝我好运吧，加油！你会了我也没有用。味道不错啊。包老师，文学院真的不能去听课吗？学校定的规矩，想破例很难啊。可是只让8强去听课，这只会让强队更强，弱队更弱，根本达不到提升全校实力的目的。而且这和办训练营的初衷完全不符。懂得忧国忧民了，啊！看来你已经出局中缓过来了。你就别嘲笑我了。虽然吧，心有不甘，但也真的不能什么都不做吧。而且就跟白宇说的一样，要是去听课了，就感觉自己还和8强有点关系哈。虽然只是自欺欺人罢了。别听他瞎扯，啊！每个人的自愈能力不一样，像你现在这种状态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记住，不是每个人的一次失败就能决定终身，知道吗？你们才大一，着什么急啊？啊！凡事啊，不能太认死理，也不一定非要走正门啊，达到目的就行。教练，你是说这个啊，就当学费了啊。这个下午嘛，社团就要有新的同学要进去了，你看需不需要唐老师帮你找学生会的干部帮你一起收拾收拾啊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就可以了。虽然呢，辩论队没有打进前8强，但是呢，也是我们文学院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了。唐老师还是很满意。谢谢唐老师。哦，对了，你的就业规划我看是要考研是吧？考研挺好的，这样呢也没有比赛的压力，好好准备考试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唐老师，谢谢您最近对我们辩论队的照顾。
看你们这边东西都挺多的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推理社过2天搬过来。这样是最好的。这里的家具和家电就留给你们了吧。实在是太感谢你了。那最后一把钥匙，我过2天再来取。好的。行，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是我们第1堂课，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辩论的目的是什么。辩论干什么用的？解决冲突用的。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冲突，大家沟通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解决冲突呢？由旁观者来解决冲突，所以辩论是一个改变旁观者的过程。注意哦，不是改变对方哦。很多人以为辩论是要让对方同意你的看法，是你要去改变对方的立场，不是的。辩论是你跟对方在努力争取第三方的意见，你们在努力改变第三方的看法。是这么巧啊！你在4楼办公，怎么来3楼接水啊？这4楼的饮水机不是坏了吗？顺便呢，也来看看你。看看我？你是来看笑话？这话也不能那么说。其实那场比赛，文学院垂死挣扎了那么久，最后还差点翻盘。唉，不过你也知道，实力的差距嘛。往往差的就是最后那么一点儿，你说是不是？省省吧，啊，这个比赛输了，对孩子们来说是有点可惜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反而落个轻松自在，这一点你最清楚。好，那么教到这，我想大家应该也累了，我们趁机休息一下。那借这个机会呢，我也想指导一下各位同学的实力。我想找2位同学上来即兴表演一场攻辩，不知道有没有自愿的？都没有的话，那我就要点人喽。那位蓝衣服的同学。我是我的。好，那么就有请2位。不是8强的怎么也在这里啊？我来偷听的吧。好，那我帮2位同学分一下持方。正方知道的越多，越像世界的宠儿；反方知道的越多，越像世界的弃儿。
那么开始吧。知道的越多，当然越快乐。我思故我在嘛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求知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呢？当然。那如何解释“学海无涯苦作舟”呢？我为什么要解释呢？古人也有说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可见求知之乐超越生死。既然求知是一件快乐的事，大家趋之若鹜，人人学富五车，这并不稀奇，对吗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总有知道的最多的那一个吧。知道最多的那一个，是不是最寂寞的呢？好，我觉得刚才这一段呢，反方同学你赢就赢在你抓到了重点，是孤独，不是悲伤。而正方同学呢，如果你能够把快乐改成特权或稀有，那也许还能有的一变。他是文学院的辩手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被淘汰了吧？那么，请文学院的辩手尊重一下组委会的规定，好吧？我觉得这个训练营所有辩手都能来。他目前在法政辅修，也算是我们学院的学生。像易小溪同学这样优秀的辩手，如果不加入我们队继续参加比赛，就太可惜了。你们作为一位辩手，是怎么看待真理的？好比说，事业重要还是家庭重要？真理是两个都重要。又好像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啊？真理是人性有善也有恶。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？大多数的时候，所谓的真理都是属于立场的中间，指出真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你们要记住一句话：凡是有意义的话，都有可能错；凡是不可能错的话呢，都没有意义。就像自古忠孝不能两全。人生哪有哪一条路是都可以都对的，都是错的，在不同的地方错而已。就像你们刚刚大家在讨论，是不是8强队伍的选手就不能来这里呢？人生最重要的是要走一条无悔的道路。就像你来大学打辩论，这是正确的吗？谁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只要你愿意在每一个抉择的关口能够停下来，自己跟自己辩论一番，你能找出来的论点越棒，之后它能给你的帮助就越多。甘伟，刚谢谢你帮我解围，小意思。我也希望能看到你的队友们来。你也觉得所有队伍都能参加会更好吧？听说你跟白宇关系不错。我们是队友啊。你喜欢他吗？啊？什么？那他喜欢你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刚刚说想看到我的队友，不会就是想看到？对啊。加油啊！
这谁的水煮牛肉面呀？阿老板，我们的。哦，来，谢谢老板。没事。来，我们吃吧。之前天天训练都没有好好请你们吃过饭，今天好好犒劳你们。谢谢婷姐。给你。婷姐，对不起，要不是我们太轻敌，也不会输了比赛。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我从进入南交大到现在，赢过的比赛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要不是你们，今年也不会打到现在这个位置。小希，你是个全能型的选手，只要你继续努力，一定能成为最佳辩手的，相信我。还有孙强，你是这几个大一新生里最心细、最善解人意的，以后他们就麻烦你照顾啦。来，虽然我的辩论生涯结束了，但是你们的才刚刚开始，加油！所以你的意思是淹了？最毒妇人心。那怎么办？找个媳妇儿呗。我不同意。你想想，我们芒果又萌又帅，那么好的基因呢，难道你就不想看看他儿子是什么样的？再说了，我听说被阉割之后的猫都很容易得抑郁症的，万一他半夜思考猫生的时候一个想不开，从这儿跳下去，那怎么办？那去哪儿找媳妇儿啊？我都在学校论坛发帖了。对了，婷姐让你们男生去训练教室搬东西，训练教室没了。我那天看到推理社的人去教室了，婷姐可伤心了。是啊，输了比赛还失恋了。婷姐失恋了？孙晴听到她和她前男友打电话了。我得赶紧告诉青梅。好香啊！你又在偷吃什么呢？先前我可告诉你，你这礼拜已经吃了4顿火锅了，你要是再这么吃下去，连华夏都会嫌弃你的。小希，你现在真是跟白宇越来越像。明天周末去我家吃饭吧。不行了，我和白宇约好给芒果找媳妇儿去。哎，我家邻居刚好就有一只母猫，我回去给你问问去啊。听说品种还特别名贵。好呀好呀。好吃好吃。就知道你在这儿用功，还没吃饭吗？是啊，正准备去食堂吃呢。早关门了，我给你准备了黑米粥。算了吧，还是不吃了。不吃饭对胃不好，你要是现在犯胃炎了，复试怎么办？走吧。白宇跟华夏现在怎么样了？还没缓过来呢。毕竟是他们的首败啊。对不起啊，说好要帮你保住教室的。没关系啦，等明年你带他们夺冠的时候，我来观战。这次我一定不会食言。我相信你。不过好可惜呀，我也想亲身经历这么一天。是啊。谢谢你。以前比赛输的时候会担心队友们各奔东西，可这次不一样了。虽然他们一直都没有缓过来，
但是我知道，文学院的辩论队再也不会散了。是我们该谢谢你。粥的味道怎么样？一个字，赞。备考前呢，想吃什么就告诉我，我每天给你送饭。我混进训练营听课了。哎呦，不错哦。我还是想和负责老师提议，让所有队伍一块儿来参赛。你来帮我吧。不要了吧。我认真想了想你说的话，输了比赛当然很可惜啊，但是这不妨碍我喜欢辩论，因为喜欢，所以任何可以辩论的机会我都想要参加，这不是自欺欺人。你说的都对。那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？你不会是输不起吧？技不如人，没有什么输不起的。但是我没有你那么积极乐观，至少我现在还没有办法面对这次失败。那先不说这个了，你还记得甘露薇吗？嗯。你觉得她怎么样啊？最讨厌这种咄咄逼人的女生，和你一个样。就是这儿了。走吧。哪有那么巧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专程来找孙晴的。我们也是来找孙晴的，一块进去吧。哎，等等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我们也跟数学学院打过比赛，比赛有输有赢很正常，但是以你们法政的实力，没有理由这么大比分输给他们吧？那场比赛法政2队表现的也算正常，只是所有点都被对方驳了回去，应该是他们准备的比较充分吧。上次确实是我们准备的不够好，算了，先进去吧。你们俩先进来。不是叫你别来了吗？我是来道歉的。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法政的选手？因为你没问过呀。哎，哎，这个是我家邻居王阿姨。王阿姨，她俩是我同学易小溪和白宇。王阿姨好。王阿姨好。你们的猫呢？啊，这。小溪，你看，他们家的猫吃那么胖，会不会有三高啊？别瞎说，胖胖多可爱。哦呦，你们随便捡一个猫，跟我们的猫又不是一个品种了，这怎么好搭呀？阿姨他们虽然是在学校捡的，但从小养到大，宝贝着呢。真的是外面捡的？哎，你们要当心点哦，外面捡的猫浑身都是毛病的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们芒果都打过针的。小姑娘，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你们这种猫是外面抓老鼠的劳碌命，跟我们家炸鸡啊不好比的。我们这个品种老好嘞，是美国短毛猫，小仙女。哎，还小仙女，个肥头猫。哎，你这个小同学，你怎么说话的？阿姨，你先别生气，要不咱们先吃饭去吧，让小猫们自己玩。小仙女，个肥头猫，看我们芒果身材多好，对不对？我就不送你们了，明天学校见。给你买了。你跟我回学校吧，还点时间就好了。好不了啦，孙晴这丫头最记仇，你没救。不行。孙晴，只要你能消气，我做什么都行。烦死了！
坏。你那么死乞白赖的缠着孙晴，是不是？我喜欢她。那他刚刚拿水泼你，你不难受啊？不难受啊。他这个礼拜已经打了我2次，骂了我3回，拉黑了我电话79次，还删了我的微信。你是情商没发育，还是感知有障碍啊？逆境使人成长吧。哎。让所有队伍参加训练营的提案，我帮你一块儿做。想通了。今年错过黄执中的课，明年还怎么打法政啊？晚上去图书馆弄，一块儿来吧。行，哎，姚深你也一块儿吧，光靠我们没用。作为8强的队伍，你也得表表态吧。没问题啊，这样还能看见孙晴。要不你先回去休息，这儿有我和小西弄就好了。没关系，快好了。你俩看一下这个。最初的训练营呢，因为规模的问题，只能允许8强训练赛在这儿训练。可是现在场地从小教室搬到了小礼堂，规模呢却没有增加，这算是一个疏漏。我记下了，到时候一起和向领导反映。你继续说。你看。哎，孙晴。你们怎么还在一块儿啊？哦，姚深在帮我们想办法，一块儿参加训练营呢。是啊，多亏了他，帮我们出了不少好主意。你看，这带病还坚持工作，孙晴，你是不是应该表示表示啊？我表示什么呀？这献爱心、送温暖、保护动物、关心病患，这些啊，不都是你这第一领队的工作职责吗？好，姚深，你哪儿病了？我没病。你感冒那么严重，刚才一直打喷嚏，怎么就没病了呢？我就突然一下子就痊愈了。没事了是吧？那我先去还书了，你们继续，拜拜。哎，还说自己没病，喷嚏是有人惦记，不算病。我们继续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如果被淘汰的队伍不能参加，那么强弱队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的。强者恒强，不利于学校辩论的长期发展。何况，虽然我们没能晋级8强，但我们都是真的热爱辩论的。你们的意见呢？我们知道了。那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学校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等一下，我看了你们和法政的比赛，我就直说了吧，法政的发挥还算正常，你们的发挥未免也太好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完美的驳倒了对方所有的论点，大家都是打了好几年比赛的辩手，换作是你，你信吗？你想说我们和法政蠢？94分，这个分数在校联赛里面已经好几年没有出现过，对手还是法政，而且还是这么重要的一场。你也都说了，这是最重要的一场，那么我们数学学院放手一搏，再整场不过了。文学院被淘汰，我也觉得挺可惜的，本来还想在决赛上跟你们一决高下。孙晴，
出来一下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什么就在这说吧。孙晴，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我是法政辩手，是因为我害怕你生气，所以才瞒着你。但是，烦死了！你是不是傻？不是你让我这么说的吗？是，但是你也得懂得察言观色。你当着清北的面说，你不是让清北知道你喜欢孙晴了吗？所以呢？哎呀，你这情商我得给你收学费了，就用你那本黑色笔记本抵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一会儿下课再说。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。今天我们教的是质询3步骤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确认共识。双方有共识的部分之后就不用再争论了。那没有共识的话怎么办呢？可能是因为对方提出了证据，那就用到第2步骤，削弱可信度。意思是你的证据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那如果对方提的不是证据呢？很有可能那对方提的是某种信念、某种观点，这时候就会用到第3步，叫做激化观点。这3个步骤呢，希望大家之后可以在实战当中自己去揣摩，多多去练习。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结束，不过我们下一次呢会进行分组练习，需要各个同学呢2分组完成。老师一定要和自己学院的辩手组队吗？哦，这个你们随意。那我申请和文学院的白宇做搭档。我没意见。身处其中，从未感悟到青涩草草被粉饰掉，不伦不类真可笑，视而不可一世的骄傲，却在黯然中渺小。时光的阶梯没打好，已经来不及思考。声渺渺，屏蔽喧闹的人潮，让梦只需燃烧，不大秀只好。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，每一秒都美好。这一路单向的轨道，慢慢的许着火药。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，却像浪漫舞蹈。谁都没说过想要去和好，青春却在我的心里走不掉。辩论，它承载了我大一1年的青春时光，更承载了我对未来的展望以及铭记一生的回忆，因为那是我们青春、友谊和成长的点点滴滴。